一命二运三风水，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欢迎大家收看今天的生活小酱汁，我是你们的老朋友小酱汁。今天为大家讲述的是，从脸上就能看出富贵贫贱。若35岁以后还有人夸你漂亮年轻，那你一定是个福星，而且是心地善良的人。一次林肯总统面试一位新员工，后来他没录取那位应征者，幕僚问他原因，他说我不喜欢他的长相。幕僚不理解，又问难道一个人天生长得不好看也是他的错吗？林肯回答，一个人35岁以前的脸是父母决定的，但35岁以后的脸是自己决定的。一个人要为自己35岁以后的长相负责。如何从一个人脸上看出富贵贫贱？现实生活中，人到了中年后就显示出受性格和品格影响所致的面貌。宽厚的人多半是一脸福相，性格温顺的人面貌柔和善美，性情粗暴的人总是一脸凶相，心胸狭隘的人大多尖嘴猴腮，双眉紧蹙。有的人显得特别的年轻秀美，此类人一定单纯善良，这是长期的心与行为的修为在脸上的投影，因而相貌也预示着人未来的命运。幼年青年时期的相貌特征与父母的遗传因素有关，人的下半生更多的是活在前半生的影响之下，所以说人年过40要为自己的长相负责。有慈悲心有爱心的人往往从内而外散发出一种光芒，让人越看越顺眼，并喜欢与其接触，有亲和力或所谓的老少通吃。而自私狡猾计较的人相貌往往很不耐看，即使侥幸生的姣好容貌，少多接触也会毫无吸引力。相貌是能逐步改变的，尤其是美好的相貌是会由内而外散发出特有的魅力的。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原因，美丽的容颜来自柔和善良的性情，内心决定着你的相貌。古时候有一句谚语说，有心无相，相逐心生；有相无心，相随心灭。这一句话说明，一个人的相貌是会随着他的心念善恶而改变的。纵使他现在已经有了凶恶的面相，可是他却经常起慈悲心，那凶相不久便会转化为吉相。反过来说，纵使他现在满脸福相，如果他不知行善积德，常起贪爱和憎恨的念头，那福相便会逐渐消失。所以心是面相的枢纽，看相不如看心，改相就要修心。具体要怎么做呢？一、微笑。有人说，微笑是绽开在脸上最美的一朵花。所谓拳头不打笑脸人，微笑的表情总是楚楚动人，令人愉悦，使人感觉亲切。最主要的是，微笑不仅给人的外在美感，还在于微笑的表情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宜人和美好的感情。微笑总是给人带来快乐和幸福，带来精神上的满足。把笑意带在脸上，把善意传达给所有的人，完全不用任何成本，却创造出更大的价值，这可是最方便又最有效的美容妙方。二、多赞美。好话谁都爱听，而且不仅仅是人。科学家从对水的实验中就发现，水的结晶如何随着外界的声音而改变它的形状。江本胜博士依据水会受物体振动而起变化的原理进行试验。当他播放莫扎特与贝多芬的名曲时，在显微镜下，他看到水的结晶随着优美的旋律不断产生美妙的变化。对水说好听的语言，水结晶成漂亮的图案；对水说恶言恶语时，水结晶混乱无章。这个震撼人心的结果，也反映了人的精神对物质的影响。我们还进一步看到，善念能够让物质变得美好，而恶念则令物质变得丑陋。看看这些图片，做父母的可能就会明白，若是自己对孩子多些鼓励与赞美，孩子会更加聪明漂亮。对别人多赞美，口出善言美语，自己听得多了，自然也更加美丽。三、多忍辱，不生气。多忍辱，少生气的人脸色自然好看。为人丑陋，喜嗔恚故，说明长得丑陋的人是由于前世喜欢生气怨恨之故。为人端正，颜色洁白，回容第一，手体柔软，口气香洁，
见人姿容，无不欢喜，视之无厌，从忍辱中来。说明长得端正白净，容光焕发，身手柔软，人见人爱，令人观看不厌的人，是修忍辱的结果。4. 感恩。懂得感恩的人最美。感恩自己所获得的一切，感恩一花一草，一人一物，对所有一切常怀一颗感激的心，内心就时时绽放朵朵迷人的花儿。满心芬芳的人，怎么会不洋溢着如花一般的美丽呢？5. 心念的力量。一个人的外貌与他的内心思想密不可分，相由心生，外貌多数是内心思想的外在显现。一个人起嗔恨心，那他肯定面目可憎，叫人厌恶。若一个人起慈悲心、柔软心，他的外貌肯定和善，叫人心生欢喜。有位西方的心理学家说，你的心态是什么样子，你的生活就会变成什么样子，你的命运就会成为什么样子。希望成为美丽的人，用美丽的心念来看待世界，你不但发现一切变得美丽，连自己的外在也会越来越讨人欢心。6. 多接近心灵美人。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多接近美人，自然也会受到他们的美丽哲学的影响，自己迟早都会变成同道中人。美人不单单是指拥有美丽的外表而已，更重要的是指心灵美丽的人。常与美人接触，无形中也让自己的心灵多接触一份美丽，自然美意由心生。记住这个很重要，中年以后的内心决定你的面相。相由心生说的是一个人的面相好坏与其心灵的善恶是相应的。心决定叫心性，性决定叫性命，命决定叫命运，运决定叫运气，气决定叫气色，色决定叫相貌。相貌是能逐步改变的，任何福报都有其必然的成因。真正修行的人特别平易近人，特别亲切，特别温暖，而且还特别的像婴儿那样天真纯净，内心了无挂碍。小孩子之所以元气充沛，神经充足，最重要的是他们每天开开心心，无忧无虑的过生活，把每一件事情都当作新鲜的、好玩的、享受的去做，不在乎得失利益，不在乎明天、后天、大后天会怎样。彻底放下身心世界的时候，你会感到正能量在自动向体内汇聚，身体得到迅速补充和调整，很多顽疾不治而愈。女人有8大特征，一生福泽深厚，能中3条的运气就不错。看相怎么分析女人的面相好不好呢？女人的名字可以看出什么信息呢？女人的面相怎么看最好呢？下面是有关女人看相算命的相关内容，快来看看吧。1. 鼻枕浑圆，鼻梁不陷，鼻子看财，女看夫运。鼻头与鼻翼要有肉，鼻头代表一个人的赚钱能力，鼻翼厚代表聚财能力。鼻子鼻型好，要和脸型五官相适应，不能鼻尖没有宽度，代表圆滑尖刻，诚信不足。而且鼻梁不可以陷下去，容易遭遇事业挫折。有完美的鼻子的女性，不但自己财运好，还可以吸引前途很好、会赚钱的男人，自然可以嫁给好老公。有着鼻直而挺、山根丰隆、鼻翼饱满的鼻相，这样的女子很有贵气，能做夫人命。凭借着自信与干练，事业上都会有所斩获。因夫帮夫，这是大鼻美女会做的事，豪门中人都会喜欢选择这样的人做夫人。2. 下巴圆厚。俗话用天庭饱满对个方圆来形容一个人的面相如何之好。由于女人体内阴质比较重，体型天生圆润柔和，如此好的下巴之相，当然是方圆饱满、敦厚富实。凡是拥有此种面相的女人，一般都性情宁静，生活安逸，晚年运势一佳，能够以养纳福。虽说女人拥有一张瓜子脸能为其增色不少，但若是下巴过尖，则阴质不足，后运欠佳，婚姻感情和晚年生活较差。如果生得一副尖嘴猴腮之相，则更非女人中的善良之辈。相书中有言，丰恶成仪，旺夫兴家，说的就是下巴丰满并且拥有双下巴的相貌，就是有帮夫运的好相。娶到这样的女子为妻，做丈夫的非常幸福。他们会是标准的贤内助，对全家人都相当的体贴，而且开朗大度，温和敦厚，是可以信赖相守的终身伴侣。下巴圆厚的女人性情很好，很仁厚，不但嫁的老公家中有祖产，而且公公婆婆也会很疼爱。
这样的女性也会的豪门青睐。3. 额头开阔。相学认为，人的运势好坏从面相上看，主要是由额部来推断，因为额能统治人的面位，决定人的财运、事业运等。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往往发现，名流商贾、达官贵人基本上个个都是天天饱满、地阔方圆、一脸福相。他们的额头不但光亮明润，没有留痣和破疤，额头形状也生得极为美好。额具体位置是从额前发际到眼睛上方，它能透析出一个人祖上遗传、智力表现、财运、桃花运等。额中发际偏下，所谓美人尖，通常有艺术天分、自我欣赏。额头饱满高级的女性，老公往往出身豪门，相处愉快。除了本身容易得到先祖的阴泽，而且老公的事业也顺风顺水，所以是旺夫相。4. 耳垂有珠。耳朵太小没有珠的人个性很急躁，耳朵代表钱财，有珠的人通常父母亲一定会留财产，就算没有留，她的老公自己也会白手起家。有着大的耳垂定然是命好不怕运来磨的类型。耳垂厚大的人金钱运、朋友运都不错。耳垂大又柔软的人对人十分宽厚，尤其对自己的老公、孩子都会有一份温馨体谅的心意，有福音，有人缘，这样的女人有福气，人见人爱。5. 嘴巴棱角分明。嘴大容权主贵，富贵之相，老公有大房子又体贴，嘴巴棱角嘴，而且略略上扬，不讲话时像在微笑的女人很注重生活品质，因此在恋爱选择的过程中，选到的老公通常会让他们生活品质不错，因此往往都会有蛮不错的房子。嘴巴代表一个人的诚信度与实路，嘴型好，气色也好，一辈子衣食无缺，不愁吃穿。6. 眼睛眉毛。面相可以通过眉毛来推断人的贤能，看其一生运势、人际关系、朋友好不好，甚至夫妻感情。眉毛中段上挑的女性进取心强，眉毛不可离眼睛太近，眉压眼代表急躁，容易有官司麻烦。眉若淡，有头无尾，无情。眉毛长，个性仁慈，感性，常感情用事。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要有神，黑白分明。眼大感情丰富热情，若眼小则懦弱，不适合有很多的不动产。眼泛水为桃花，主多情有异性缘，但是这样的面相容易出绯闻，反而不利于嫁入豪门。下眼皮眼袋的部位很重要，代表仔细精力。一个人的形貌可以通过美容来做些修改，但眼睛是怎么也改不了的。慈眉善目与一个人的日常修为有直接的关系，无法隐藏。眼神好是真正的贵气。7. 颧骨。两颧配鼻子，鼻为主，颧为仆。仆高则劳心力，面相所有的东西都是要有肉，颧骨有肉才会护财，才会有钱。鼻高则颧骨可高，若颧骨太高为病其主，但是也不能没有颧骨。面部平平与权力无缘。一个女人如果颧骨高，多喜欢从自己的个人利益出发，难以与男方的家人，特别是公婆处理好关系。而腮骨过于消瘦的女人，消极悲观，缺乏魄力，对先生的事业少有帮助。古人称这种人缺少帮夫运，所以这两者都不属于好的女人之相，与豪门缘分浅。8. 人中法令纹。女人要是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必定是肾功能强，利于把优良基因遗传给孩子的身上。所生子息也容易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未来成就且高。人中形美也是长寿的表征，故而人中也有寿堂之誉。聪明加上高寿，夫荣子孝才是好命。鼻子两边法令纹舒展者，女性笑容尤其好看，表示奠定了一定的社会基础。但是年轻的女性法令纹明显，反而表示与双亲缘薄，家运走下坡的凶相。那么什么面相特征的女人旺夫呢？1. 面型方正。女子面型方正，额头偏方且腮首突出，同时脸有丰腴肉质，脸型方中带圆。这种女子心胸宽广，广结好友，又乐于助人，细密的心思可以帮丈夫渡过难关。若丈夫遇有难关，她会热心为其出谋划策。2. 鼻要生得好。如果女子拥有直而挺、鼻头丰隆、鼻翼饱满的亮鼻相，加上鼻梁无痣及鼻孔不露之福相，多半很有帮夫运，因为鼻梁为夫星，主婚姻、权力及财运地位。
若女子的鼻生得好，就会增强丈夫的运势，使其事业顺利，财运亨通。3. 下巴要丰满，下巴丰满且有双下巴的女子属于帮夫运面相中的福相。下巴长得圆满的女子容易相处，善解人意。下巴圆润有肉者属于享受型面相，有领导才能，受人拥戴，对丈夫事业非常有利。此外，腮骨最好有点显露，但非突出那种，要有肉包住才好。4. 口小齿齐，樱桃小口加上嘴唇色泽偏红，齿列整齐，不尖不爆，齿色偏白的女子，和丈夫关系甜蜜，感情生活美满，能享受美好生活，其性格中庸，既不情绪化，也不喜欢大起大落的生活，善解人意的个性使家庭距离增强。5. 眉形如柳，眉形弯曲幅度相当大，同时呈现弧形的眉毛，且从眼头长长的到达眼尾后方，便属柳叶眉。拥有这种眉形的女子有无比的善心，心肠柔软，有帮夫运。6. 眼神清澈，眼睛稍大，眼珠黑白分明的女子多是天真开朗，带点孩子气。她们进退有礼，没有令人难以忍受的傲气，因为命好，多以正面思考看待世人。尽管人生有低潮与挫折，面对逆境时会有克服与转移的思想，并不会大难临头各自飞，可与丈夫共患难。7. 耳珠厚大，有此耳相的女子，金钱运、朋友运及帮夫运均相当不错，待人宽厚，尤其对丈夫、子女会体谅其心情。所谓有福音又有人缘，家人一定能够接受到她的福气，享受衣食无忧的生活。8. 声音柔和，声音柔美甜润，中气畅旺的女子，即使面貌平凡，却能嫁得条件相当不错的男子。这类女子个性多半温柔体贴，持家有道，是典型的贤内助，让丈夫专心外出闯天下。8. 两拳要亮，女子面相中颧骨高度要贴近眼尾，并且有肉包住，而非突出的颧骨那种，便属旺夫益子相。他们对家庭及丈夫事业皆有帮助，相夫教子，头头是道。10. 人中清晰，有帮夫运的女子眉头较阔，即心胸广阔，任何事均不会斤斤计较。女子具有清晰深长的人中，必定是繁殖能力强，子女多具优良的遗传，心存孝道，聪明多福，成就一定高人一等。看男人面相，知道命运吉凶。每个人都想知道自己的命运如何，尤其是男人的命运关乎着一个家庭的运势。很多人都会选择看相的方式来看自己命运的好坏，但是具体应该怎么看呢？今天小编教大家透过这16个体相特征看男人命运吉凶，一起了解一下吧。1. 看男人嘴巴知道命运。男人口小，做事包容性不够，心胸自然狭窄，小事都会揪揪唧唧的，一生很难做成大事。而嘴阔容全的，天庭开阔，中庭饱满高挺，嘴如四字，牙齿整齐，这样的男人平生做事有魄力，有担当，自然能出将做相。2. 走路姿势看男人命运。走路像龟形，男人定聪明；走路像鹿形，此人很清贫；走路两脚后跟互相碰撞，此人恐早衰。古人常说，如果一个人行走10步，即叫他回头；凡是回头向左转的，此人必有功名；如果回头是向右转的，必定是有修行的人，或者有官职，此也适合女人。3. 相貌威仪看男人命运。大凡相貌堂堂，端严有威仪，额骨神气，双目有如秋天明月，明亮清辉者，通称为有福之男。4. 看男人眉毛论命运。如果眉毛清丽高扬，疏朗清秀，而且高出眼睛约半寸，眉尾直抵鬓角，这样的男人聪明富贵，机智有才。5. 看男人眼睛论命运。人的性情形象是受了大自然阴阳五行之气才造化出个性差异，自然界本是由五行深刻造化而来的，眼神凶恶的人都为薄情短命男，哪有作恶多端还能长命百岁的呢？所以选择朋友要看他的眼神，眼神与富贵相关，比后世的男人富贵，精神状态可见男人之寿夭。要知道男人的富贵福寿，要听其声辨其色。6. 男人上半身长短看命运。男人上半身短，下半身长，一世飘蓬无依；如果上半身长而下半身短的，富贵双全。
三国的刘备就是上半身长的例子。大凡复原而长，腹实下垂之男人为贵相，因为腹属阴而藏物，因此如果腹向上而短小，则会饭吃不饱，贫穷多余。7. 肩膀宽，后背平阔，看男人命运。男人后背平阔丰满，背脊有骨隆然而起，如伏龟似者，往往官运亨通；反之，背如蛙身和沟渠，偏狭而低陷者，通常不贵也不富，甚至多灾难而贫穷。8. 五官端正，看男人运势。5月中，东西岳，左右面，适中周财；南岳，前额平阔正中；北岳，下额方圆丰隆；中岳，面部中央方方正正，高高隆起，上接印堂。这样的男人是为大富大贵之相。9. 含胸耸肩，看男人命运。如果胸平而长，宽而厚，腹能履身之男人，为至高富厚者；反之，胸腹狭窄而长，通常计谋难成；胸腹狭窄而薄，为贫贱浅薄之男人。如果肩膀高而宽阔的男人，一生能够担当大任，胸襟宽广，体魄胸襟高广。10. 肚脐孔深，看男人命运。大凡肚脐孔深阔之男人，聪明而有福气。肚脐孔部位低的，能够深谋远虑；反之，肚脐孔部位高、浅窄者，往往缺乏见识，愚昧浅薄。11. 耳朵形状，看男人命运。耳朵代表肾气，耳朵大而厚，并且耳朵位置高，与眉毛齐平或者高于眉尾，这样的人具有大智慧，头脑聪明，思考力足，善于学习与总结人生经验，并且幸福指数高，容易满足，知足，知道进退之机。12. 坐相，看男人命运。命理学认为，走属阳，坐属阴。如果左要向水，那么坐要向山，因此坐向丁时，山聚，此男人大贵；反之，坐时不断摇膝，则贫穷，因为树摇则叶落，人摇则财散。13. 看男人眼睛、嘴唇、面相，知道命运。大凡男人眼睛如羊眼，四周露白，头尖，额窄，眉毛重头发焦，大口唇薄，鼻头尖，下巴薄，耳轮后翻，舌头显露者，为恶命之相。命理学认为，男人头小、眼睛小、腹小、耳朵小、口小者，如果这五小是端正无缺陷者，为和贵之相；如果其中有上4样小，而有1、2样大者，则为贫贱之相。14. 大凡男人额角缺陷，平眼直视，唇不延齿，鼻梁塌陷，身壮而散，皮肤粗糙，走路歪斜，面色焦红者，多为败退之相。如果头脑硕大，没有棱角，大腹扁扁，坑洼不平，肩膀昂起，那么该男人10有8九不是粗人，就是木呆或赌徒之命。15. 男人天庭，看命运。相书云：天庭饱满，为官作宦；地阁方圆，富贵双全。男人的额头天庭饱满，发际线清晰较高，一生事业前途光明，做事志气高强，无论仕途还是经商，都有贵人相助，或者好运连连。16. 声音洪亮，看男人命运。大凡声音洪亮，如雷贯耳，如同冥想，浑厚有力之男人，即使相貌不好，也会衣食不忧；反之，声音浮散，如铜锣破鼓，娇哭沙哑之男人，通常为贫贱之相。地包天面相是穷人相吗？常常听老一辈的人说，地包天的面相就是一副穷人的面相，但娱乐圈中有不少有地位的人士都是地包天的面相，例如赵本山、周亚鹏、周华健、蔡康永等，他们个个都非富即贵，并非穷人。而我们在面相学中，地包天果真主贫穷吗？为此，小编整理了相关文章，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1. 男人地包天面相。地包天也叫兜齿，上排牙齿代表着天，下排牙齿代表着地，此乃天地合一之说。有这种牙齿的人，一生运程反复，晚年运可能也不是很好，应多多注意。地包天人行动力比较强，男性的话比较有成就，但也有小三；女性会比较自私，有点计较，某程度都可算强人。若太薄，姻缘始终不算太好。
地包天这类人在感情生活中亦有不顺，不管男女都易在情场中遇到挫折。2. 男人地包天是不是遗传的？地包天的形成跟遗传有一定的关系。如果父母中有人是反恶，宝宝就有遗传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占1/3。但地包天也并非全部是遗传的，有的时候是人工哺乳姿态不正确，如婴儿的仰卧喂奶，也可迫使婴儿为吮吸便利，从而前伸下颌，最后导致地包天。3. 男人地包天的面相好不好呢？地包天也就是属于下巴尖的类型，这面相相对来说是不好的，因为下巴是地基，在工作上会与员工产生不利的影响，相对来说不太适合做生意。男人地包天面相，什么是地包天？上为天，下为地。地包天面相就是上下牙齿对不齐，下牙齿太向前，包住了上牙或者挡住了上牙，总之咬合不齐。地包天是最常见的颌骨发育性疾病，影响美观。正常的情况下，上颌的牙齿盖住下颌的牙齿，地包天反过来，下颌牙齿往前伸，下颌牙齿遮住了上颌牙齿。男女地包天都容易在情场中遇到挫折。地包天人行动力比较强，男的话比较有成就，但也有小三。女性会比较自私，有点计较，某程度都可算强人。若太薄，姻缘始终不太好，中间有一条缝，说话不客观，爱撒谎。地包天面相可能会影响夫妻缘，比较自我，只顾自己，不顾他人的感受，利己，而且人缘也不是很佳，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这种人的亲人恐怕会福大，命不大，因为亲人的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所以要尽量避免干任何危险的事情，自己躲过一难，亲人可能就要减少福寿了。地包天派生出来的细致条目理解是非常广泛的，以上为天，以下为地。包有包容与超过的意思，也有承载的意思。俗话说地包天而有福，则不是牙齿的地包天格，因为牙齿以平齐坚固白润为吉，地包天则是地有余而天不足，并非吉祥多福。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如果上庭相离也忧，则天地呼应，福泽深厚。根据就是相学千锤百炼的理法，看来单纯的地包天面相并不见得有福。虽然朱元璋和一些名仙大腕都是地包天面相，但也因为其他地方的配合才能成就他们的好命运，所以还是要具体的情况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说地包天面相就一定是福相。4. 女人地包天的面相好不好呢？ 1. 门牙歪斜或者有缺损的人，这样就代表了他与双亲的缘分很浅了。2. 牙齿洁白整洁并且坚固的话，另外脸型也配合的均衡，表示他性格开朗，为人乐观热情，具有超强的行动力。3. 门牙大开，这就表示他活动比较旺盛。4. 上下牙齿都是很小的，这种人警戒心是比较高的，而且嫉妒心也特别的深。5. 燕齿形的人，个性粗暴，容易招来危险，而且天生一副破财之相。6. 门牙有空隙的，他不仅仅是双亲缘很薄，还会缺乏了存钱的能力。7. 2颗门牙特别的大，那么这种女人是比较难相处的，好在有子缘。5. 地包天女人的面相，地包天的女人由于地势丰隆，所以一生衣食无忧，所以女生地包天而多福，是指下庭圆润，朝拱上庭，形成晚福的格局，福泽深厚。但是唯一不足的是，女生地包天利己不利六亲，地包天的女人命很硬，逢多大的难都无视，脾气很急躁，很厉害，自私，会精打细算，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她身边的亲人福寿会和自身的遭难相抵消，所以不利六亲，福寿双全，应注意健康长寿平安，老人长辈的祝寿礼物。6.
地包天面相好吗？面相学上多认为地包天面相的人行动力大多比较强，因而他们比较容易取得一定的成就。而男性呈现地包天面相，则提醒命主要学会克制自己，尤其是在感情上要更加的专一。女性呈现地包天面相，则可能会有一点点的自私，但这也是人之常情。在很多时候，一点点的自私能够让我们取得更好的成就。此外，地包天面相的人亲缘可能会比较差，他们可能会比较自我，在很多时候他们可能会只顾自己而不顾他人的感受，这对他们的人际关系将会造成极其不利的影响，甚至更为严重的还有可能会导致他们的异性缘下降，因而提醒有着地包天面相的朋友在这些方面要多加注意。地包天面相的人，他们大多命很硬，生活中可能会出现的困难、危险等都能安然的度过。他们在生活中会精打细算，因而小日子也能过得非常的舒适幸福。从面相学来解答，普遍观点认为，上排牙齿代表着天，下排牙齿代表着地，此乃天地合一之说。有这种牙相的人，一生运程反复，晚年运程可能也不是很好，应多多注意。7. 地包天的面相是穷人的面相吗？地包天的女人因为地势很丰富，因此这种面相的女人一生不愁吃穿，而且会有很多福气。其实所谓的地包天，就是下庭比较圆润，向上面拱，这是一种有福气的命格，而且一生都会有很深厚的福泽。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地包天的女性对自己有好处的六亲没有好处，而且这种面相的人命很硬，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和挫折都没有太大的事情。脾气方面有些暴躁，也很自私，会精打细算，事事都会为自己考虑。在命运方面，地包天的女人，亲人们的福寿会与自己的灾难相互抵消，因此对六亲没有太大的好处，但是自己却可以健康平安，甚至是长寿，也算不错。从面相上分析，地包天的女人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因此容易获得成功。如果是男人有地包天的面相，提醒这种命主一定要学会克制自己，尤其是在感情上，千万不要三心二意，要学会对感情专一。女性有这种面相，在生活中或许有一点自私，但这也是人之常情，毕竟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偶尔自私一下，能够令自己有更大的成就。除此之外，地包天的人并没有太好的人缘，因为在生活中习惯了以自我为中心，很多时候都只会照顾自己，而不会顾及到他人的感受，导致人际关系越来越差。更加严重的是，这样会导致这种面相的人没有好的人缘。从这方面来考虑，建议命主一定要学会交朋友。尽管地包天面相的人命很硬，在生活中遇到的一些困难和危险，但是都是可以安然度过。正因为这种面相，才使得命主在生活中懂得精打细算，过上富足快乐的日子。一个人的面相长大之后似乎就不会发生变化，因此有地包天面相的男男女女们都需要从其他方面来弥补自己的不足。一生中有很好的运气，但是人缘不好，成功运也会大打折扣。为了以后更加辉煌，一定要改变一下自己，在做事情的时候顾及一下他人的感受，这样才能获得更好的人缘，在自己遇到困难时会获得贵人的帮助。今天就讲述到这里，如果喜欢，欢迎大家点赞评论，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和鼓励，我会更加努力做出更多优质视频，祝大家生活美满，家庭幸福，下期再见。